自从小萌萌在外公家生活后，也慢慢懂事成长了起来。今天就要准备去夏令营，可没想到的是危险又会再次降临。现在小萌萌在和外公聊天。乖宝啊，摔的是不是很疼啊？已经不疼了，外公你什么时候可以好起来呀？外公下周就可以做手术了，等你回来，外公就会好起来了。小萌萌拽着简老爷子的手撒娇道。那等我回来了，外公跟我一起去我家，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国外玩好不好呀？简老爷子一脸宠溺地刮了一下小萌萌的脸，说道。只要我们乖宝说的，外公都会答应你的。外公，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因为你是外公的外孙女呀。简老爷子好笑地看着小萌萌。只是因为是外公的外孙女吗？如果我不是外公的外孙女，外公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呀？你怎么会不是我的外孙女呢？你怎么会这么想？是有人说你什么了吗？简老爷子一脸懵圈地看着小萌萌。不是，我说的是如果我不是外公的外孙女，外公还会对萌萌这么好吗？小萌萌目光如炬地看着简老爷子。说什么傻话呢？你就是外公的外孙女，假如你不是，外公也一样会对你很好的。谁让我们家乖宝这么可爱呢？小萌萌开心地趴在简老爷子身边笑着说道。外公以后萌萌给你养老。好，外公等着你给我养老。现在准备去学校出发夏令营。萌宝，要不别去了，就留家里陪外公可以吗？小萌萌拍了拍简老爷子的手，笑着交代道。外公，我就去2个星期，很快就回来的，你要在家好好的哦。爷爷，自从妹妹来了之后，你眼里就没有我这个便宜孙子了。好歹我是您的孙子，以后是要给您养老的，不说跟妹妹一样，您能不能眼里有我这个孙子啊？简阳毅在旁边看着小萌萌说了半天的话，他竟然一句想跟他交代的都没有。简阳毅心里有些酸了。我不用你给我养老，我以后有乖宝会给我养老，你一边哪凉快哪待着去。妹妹一个女孩子，让她给您养老，这不合适吧？她给我养老，你养她不就行了？合着这还是我给您养老，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是吗？简阳毅被气笑了。怎么着？你是不想养你妹妹是吗？没有，怎么会呢？乖宝，以后你哥哥要是不养你，你告诉外公，外公帮你教训他。好了，我们该走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外公，我要走了。小萌萌松开了简老爷子的手。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杨毅知道吗？简老爷子不放心的交代。我知道了。简阳毅抱小萌萌先上了车。爷爷外面比较晒，你赶紧回去吧。我等你们走了，我就回去了。简老爷子依依不舍。那我们走了。司机启动了车子，李叔见车子已经开远了，这才收回眼神，对简老爷子说道：老爷子，我们回去吧。老李呀，我这心里总是有点不安，你说萌宝不会出什么事吧？老爷子他们这才刚离开，你就是太舍不得他们了。真是我想多了吗？简老爷子还是觉得心里有些隐隐不安。司机都是我们熟悉的，您就放100个心吧。学校那边也有专门的接送车的，外面太阳大，我们赶紧进去吧。李叔没有太在意，他推着简老爷子往里走。除了简老爷子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之外，顾叶白和林洛星也都有不好的预感。顾叶白给林洛星打了一个电话：欣欣，你现在在哪儿？我刚送嫣嫣上车，现在我准备回去睡个回笼觉。林洛星接到顾叶白的电话，心里还有些疑惑。自从小萌萌离家出走开始，顾叶白就被他们赶出去，勒令小萌萌一天不回，他也别回，他也不接他电话。他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你突然给我打电话就是问这个吗？不是，就是刚刚突然心里有点不好的感觉，我就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刚刚送嫣嫣上车后也有一些不好的感觉，是不是小萌萌出了什么事啊？应该不会，萌萌不是在简家老宅吗？顾叶白，萌萌也是你的女儿，你能不能把她放在心上一点？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她一点？林若星真是被顾叶白给气到了。我没有不关心她，她现在在简家那边很安全。萌萌今天也去了夏令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还说关心她？顾叶白，我再次提醒你，要是小萌萌出了什么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林若星怒斥后就挂了电话，随后林若星就给小萌萌打去了电话。电话那头响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这让林若星更加心慌了。此时小萌萌正坐着简家的车到达了幼儿园。妹妹，我们一会见。杨毅哥哥，红杰哥哥，一会见。司机再次启动车子送简杨毅和江宏杰去他们的学校。萌萌，娜娜远远的朝小萌萌跑了过来。娜娜四处看了一眼，发现没有看到顾灵烟，她疑惑的看着小萌萌问道：萌萌，你怎么来了？妍妍呢？姐姐还没来，我也报名了。哦，娜娜，你也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吗？这都是我妈妈让带的。小天哥哥说我们这几天要在山上住，山上哪有
有电呀？谁知道呢？我妈妈也是这样。是吗？杨毅哥哥也这样，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什么不知道怎么想呀？小萌萌和娜娜都被顾灵烟突然窜出来给吓到了。对不起，吓到你们了。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呀？没什么，就是在讨论那些带电器的到时候要怎么用。说到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顾灵烟拿出她的电话手表，上面是林星河给她发来的一张照片。怎么还有人带冰箱啊？这还算好的，你看这个烤箱。这些人难道都没想过山上没有电吗？谁知道呢？不管他们了。妹妹，夏天那家伙到了吗？顾灵烟在简家老宅待了那么几天，夏天偶尔也会去找小萌萌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顾灵烟也放下了对夏天的成见，接纳了他。只要他对小萌萌好，他也不管那么多了。我还没看见小天哥哥。角落有2个人鬼鬼祟祟地指着小萌萌的方向说道：“就是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女孩，一会她会上你的车。”那个人拍了拍胸脯，保证道：“没问题，放在我身上。记住别被人给发现了。放心吧，如果他不是一个人怎么办？那个人交代了，如果不是他一个人上车，那就都绑了。到时候只要把那个小女孩交给他，其他人你自己看着办就行。”好的，走了，小心一点。宋倩倩看他们走远了，这才从树上跳了下来，往队伍方向走去。她在犹豫要不要告诉老师，但是她又不知道他们要绑架的是谁。老师不相信她怎么办？顾灵烟拉着小萌萌跑到带队老师的面前说道：“老师，我要跟我妹妹坐一起。”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下一集放在左下角链接里了哦。本来小萌萌想着和大家去夏令营玩，而这边小萌萌的亲妈简元馨却和简元熙已经谋划绑架小萌萌。现在小萌萌他们准备出发，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即将到来。老师，我要跟我妹妹坐一起。车子坐不下那么多人，你妹妹单独坐一辆车。那我要跟我妹妹一起坐一辆车，可以吗？顾灵烟祈求地看着带队老师，带队老师犹豫了一下，他就是刚刚在角落鬼鬼祟祟2个人中的其中一个。行吧。夏天面无表情地朝这边走了过来。老师，我也跟他们坐一辆车，我不习惯坐大巴。不行，你不能跟顾萌萌坐一辆车。知道是小萌萌要坐那辆车后，宋倩倩就放弃了要告诉老师的想法。她也发现了带队老师就是那其中一个人。宋倩倩同学，我早就警告过你，离我远点。我喜欢跟谁坐一起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宋倩倩紧张地看了一眼带队老师。算了，随便你好了，我不要管你了。带队老师拿起喇叭喊道：“好了，你们3个坐小车，其他人坐大巴，都上车吧。”娜娜站出来腼腆地说道：“老师，我也要跟我表哥坐同一辆车，我妈妈交代我要跟好表哥。”行吧。好了，其他人都赶紧上车。真好，我们单独坐一辆车。顾灵烟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她心里总有些不好的预感。好了，你们也上车吧。小萌萌他们朝车子走了过去。顾灵烟在走向车的路上有意靠近夏天，小声说道：“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现在只能看一步走一步。顾灵烟狐疑地回头看了一眼带队老师，带队老师对他笑了笑。顾灵烟也回了一个尴尬的笑。别怪我，是你们自己非要上这辆车的，我只是想绑架那个小女孩而已。小萌萌、顾灵烟和娜娜上了后座，夏天正准备上车就被司机给叫住了。你坐在前面吧。不用了，我跟他们坐一起。夏天冷漠地拒绝了。司机看了一眼夏天，看着他冰冷的眼神，他不知道怎么的感觉心里有点数。那你赶紧上车吧。司机对着后座的小萌萌他们说道：“都坐好了，我们要出发了。”司机师傅，我们坐好了。司机启动了车子，前面的大巴也启动了，小萌萌他们的车就跟在大巴的后面。顾灵烟和娜娜一上车就犯困了，都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小天哥哥，你说夏令营好玩吗？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去。小弟弟，把窗户关上，今天有点热，我打开空调一会就不会热了。不用了，我不热。夏天冷冷的拒绝。小天哥哥，我好热。小萌萌热得小脸通红。小弟弟，你看你不热，人家小妹妹也热呀。那你开吧。夏天无奈的只好关上了窗户。空调打开后，车里的温度都降下来了。小萌萌也没那么热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她开始有点困了，她不停地打着哈欠。还有很长一段路，你们睡一会吧。不，夏天本想拒绝，但是他突然眼皮越来越重，最后也睡着了。司机继续开着车，满脸愧疚地说道：“对不起。”司机在小萌萌和夏天都睡着后，改变了行驶轨道，他走了跟大巴车不一样的道路，不知道他要把小萌萌他们送去哪里。这时候司机的电话响了。对，得手了吗？是那个带队老师的电话。司机犹豫了一下说道：“得手了，他现在就在我车上。”你这时候该不会反悔了吧？那个带队老师明显发现司机说话方式有些犹豫，司机找了一个地方把车停了下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小萌萌，然后开口问道：“他比我女儿还要小，他们要绑架他做什么？”收起你那不要钱的怜悯，你想想，你还在重症病
病房的女儿，你难道不需要钱救她吗？那个带队老师很明确地抓住了司机的软肋，司机无力地靠在车座上，抬起手捂住眼睛说道：我知道了，我会按照之前说的做。我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希望你遵守承诺，把钱给我。好。带队老师讥讽地应了一声后就挂断了电话。司机忏悔地看着小萌萌的脸说道：对不起，我必须救楠楠，希望你能平安无事。刚刚小萌萌说话的声音让他想起了他的女儿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一刻他拉回了他一丝理智，但是他的女儿还在重症病房等着这笔钱救命。司机停在路边很久，他整理好心态后，在小萌萌他们醒来之前送他们去目的地。已经到夏令营集合点的简阳、伊里斯、江宏杰、白洛陈和林家三兄弟紧盯着小萌萌他们幼儿园的车，看着全部孩子都下车了，但是就是没有见到小萌萌他们。妹妹不在这辆车子里吗？不应该啊，这就是他们的车子啊！白洛尘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立马上前询问：倩倩，你看到顾灵烟和顾萌萌他们了吗？洛尘哥哥啊，萌萌妹妹和嫣嫣姐姐我没有看见啊，怎么他们没来吗？宋倩倩一脸镇定地对着白洛尘说着：你们学校车上人都在这了吗？不是，还有人坐另外一辆车，但是好奇怪，怎么还没到啊？宋倩倩假装一脸困惑，但是心里想着最好小萌萌和顾灵烟别回来了，祈祷夏天会平安无事。白洛尘看了一圈，发现他们带队老师也不见了。你们带队老师呢？宋倩倩看了看四周，他刚刚还在这呀。我们赶紧四处找找。训练营的老师拿着喇叭喊集合。集合了，大家都过来集合了。集合了怎么办？我们还没找到萌萌和嫣嫣他们。我们先过去，一会集训老师应该会点名，如果到时候他们没有出声，我们再好好找找。哎，那好吧，我们也先过去，一会找不到他们，我们就跟集训老师说一声。集训老师一个个点着名，等喊到顾灵烟、小萌萌、夏天和乔娜的时候，都没有人回应。他决定先点完名后，再去跟他们带队老师确认一下。老师，请问您刚刚有点到顾萌萌和顾灵烟这两个人吗？你们是他们什么人？点名老师没有立刻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警惕地看着他们。老师有点到顾萌萌吗？你们也找顾萌萌？你们又是顾萌萌什么人？点名老师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我们是顾萌萌和顾灵烟的哥哥，我们刚刚在他们车上没有看到他们下车。你们有跟他们带队老师确认过吗？我们刚刚没有找到他们的带队老师。曾晨晨，你们带队老师去哪了？曾晨晨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们老师去哪了，我们下车后就没有见过他了。好了，我知道情况了，你们先不要着急，我让其他老师帮忙找找。带队老师发现情况不太对，拿起手机在集训教师群里发信息。我们要不要也去帮忙一起找一下？我们四处看看。你们是在找萌萌小妹妹吗？简阳一激动地抓着曾晨晨的肩膀问道：你知道她在哪？疼。杨毅，你冷静一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担心我妹妹。没关系，你能不能告诉我妹妹在哪吗？老师说车上座位不够，要萌萌小妹妹单独坐一辆车，顾灵烟、夏天和乔娜也要跟她一起坐了另外一辆车。他们坐的车子本来是跟在大巴车后面的，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跟在后面的车子不见了。谢谢你。不客气，应该的。怎么样，问到什么了吗？本来小萌萌他们想去夏令营玩的，没想到路上就被绑了。现在他们在寻找着小萌萌他们。我想着很肯定的怀疑妹妹和嫣嫣妹妹被人绑架了。刚刚那个小男孩说他们坐上了另外一辆车，与他们同坐的还有夏天和一个叫乔娜的孩子。原本车子是跟在大巴后面的，后来大巴到了，小萌萌他们坐的车子不见了。是人贩子吗？我想应该不是，应该是有预谋的绑架。我现在要打电话让人查一下带走萌萌他们的那辆车。江宏杰拉住简阳，这件事先不要让简爷爷知道，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联系李爷爷问问。我知道了，我也要打电话通知一下他们的爸爸妈妈。大家都打电话回家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集训老师走了过来，对白洛尘他们说道：好了，大家先跟我去参加夏令营吧，我们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我不去了。简阳一失落地说道：我们也不去了。他们怎么有心情参加夏令营？不行，你们已经报名了，你们都到这里了，你们怎么能不去呢？你们妹妹我们会派人去找的。我们妹妹现在到底在哪都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也都不清楚，你让我们怎么有心思参加呀？简阳一愤怒大吼道：你算了，你不去就不去。集训老师被简阳一这么一吼，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报警吧，人口失踪需要24小时以后才能报案。萌萌表妹和嫣嫣表妹他们是被绑架的，不是人口失踪。你现在怎么确定他们是被绑架的？我们现在也只是猜测，要是报假案是要被批评关进去的。我们先让人来接我们先回去再说。白洛尘看了一圈后询问道：是个回个家，还是一起回某个家？去顾家吧。那行，那就去顾家，我来打电话。白洛尘拿出手机给司机发了一个定位，让他来接他们。这边集训老师安排今天的任务，突然他的朋友走了过来。朱老师跑来我们村这里了。是的，陈志好久不见，怎么感觉你好像有心事啊？哎，就是很苦恼啊，我最近还房贷压力有点大，
想换份工资高的工作，不知道去哪找。找大企业好工作就上58同城，58同城超直接火热开启，百利、保利物业等大牌企业都在上面组团招聘，涨薪超有戏，店员、服务员、物业管家等超多工资高海离家近，不限经验的工作任你挑，平台实地核验把关，岗位真实更放心。我朋友的工作就是58上找的，工资一下涨了2000多。那我得赶紧去看看。不止找工作、租房、找家电维修都上58同城，特方便。这边小萌萌他们已经被绑带来了吗？人都在这了，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你把人放下，拿了钱就赶紧走。好的。司机仔细看了一眼箱子里的钱，确定无误后，拿上钱就离开了。对，人已经抓到了。开视频给我确认一下。是简元熙，是他让人绑架了小萌萌。好，你等着。带队老师挂断了电话，给男人打去了视频。你看是不是这个？带队老师把镜头拉近了一点，让简元熙看得更清楚一些。不是只让你绑那个小女孩，另外3个怎么一回事啊？我也没办法，是他们非要跟这个小女孩一辆车，我只能把他们一起绑来了，不然到了集训点就不好办了。算了，你都带过来吧。好的，我这就送过去。他把小萌萌他们一个个搬上了车，然后启动车子。一路上，小萌萌他们都没有醒来过，很显然他们用了很多的迷药。带队老师带着小萌萌来到一个郊区废旧的工厂，人我给你带来了，还给附送了3个给你，都在这了，你验收一下。我看看。简元熙刚打开车门，就对上了一双明亮漆黑的大眼睛。是小萌萌的眼睛。呀，你醒了？你要做什么？小白眼狼，我要你那么久，这么久不见，你连妈妈都不喊一声吗？简元熙冷笑地看着小萌萌。从前你从不开口说话，让人以为是我把你害成那样的，怎么离开我了就会说话？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已经不要我了，所以你不是我妈妈了。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喜欢你，你喊不喊我都不在乎。小萌萌看着还没醒的顾灵烟和夏天他们。是你让人绑架我们的。不是你们，是你，他们是被你连累的，我只是想绑你一个而已，谁让他们非要跟你坐一起呢？既然你只是想绑我，那你现在放了他们。你是在命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放了他们？你觉得可能吗？有我在不就可以了吗？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他们都见过绑架你们的人了，那我肯定不能放他们走呀。你绑架我到底要做什么？你难道是还想用我威胁那个男人吗？我想做什么？哈哈，问得好，我就是不想你过得这么舒坦，凭什么你能过得那么舒心，我却要这么不幸？好吵，到了吗？我怎么睡着了？顾灵烟这时候忽然被吵醒了。姐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妹妹，我们已经到了吗？姐姐，你没事就好，你先坐一会，我去看看小天哥哥和娜娜。他怎么了？我们这是在哪？他们是谁？顾灵烟看向一旁还在昏迷的夏天和乔奈野，他又转头看向车外，发现一个夏令营的学生都没有。你就是洛心那个贱人的女儿吧？简元熙上前用手捏着顾灵烟脸颊。你是在问我是谁吗？我是顾萌萌的妈妈，也是你爸爸的前妻。你放开姐姐！小萌萌像只小牛一样冲了过来，简元熙下意识地手了手。顾灵烟总算得到了解脱。死丫头，你想死是吗？简元熙恶狠狠地瞪着小萌萌。你想做什么？顾灵烟把小萌萌拉到她后面，她生怕简元熙会对小萌萌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是她亲吗？我会对她做什么？即使我做了什么，你也护不住她。不许你伤害我妹妹！你要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们现在都是我的阶下囚，你们好好祈祷你们爸爸能来救你们吧。爸爸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简元熙拿出手机给小萌萌和顾灵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手机丢给了带小萌萌他们来的带队老师。你去给顾氏集团发一份快递，把这个给他们寄过去。好的，我马上就去。简元熙对着身后几个保镖吩咐道：你们几个把他们都带进去看好了，只要不饿死，其他的不用管他们。是。那几个保镖上前把小萌萌他们从车上带下来，然后把他们关进一间房间里。他们安安静静的，没有挣扎。他们知道那样是没用的，现在只能等顾夜白他们来救，或者他们靠自己逃出去。姐姐，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小傻瓜，你道什么歉啊？这又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要跟你坐同一辆车的。再说了，如果你一个人坐上那辆车，然后被绑架了，那我才会后悔呢。没事的，我们都会平安无事的。姐姐，你真的不怪我吗？当然不怪你，这又不是你的错，这都是那个绑架我们的人的错。我们先叫醒夏天跟娜娜吧。小萌萌点了点头。小天哥哥醒醒，娜娜醒醒啦。我们到了吗？娜娜，你醒了吗？乔娜看了一眼他们所在的房间，她呆愣地问道：这是我们的房间吗？夏令营里房间这么破的吗？我们去不了夏令营了，我们现在被人绑架了。绑架？乔娜瞪大了双眼，一脸难以置信。是的，我们现在被人绑架了。绑架我们的人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娜娜，对不起，其实你们都是被我连累的。绑架我们的人是我妈妈，她只是想绑架我一个而已，只是你们刚好都上了那辆车。你妈妈，她为什么要绑架你？乔娜有些不解地看着小萌
萌萌。我们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妹妹是被她妈妈给抛弃的，她不希望妹妹过得像现在这么好，所以才要绑架妹妹。小萌萌眼神暗淡的点了点头。夏天忽然从地上弹起来，把3个小姑娘都同时吓了一跳。萌萌，小萌萌拉起夏天的手说道：“小天哥哥，我在这。”夏天紧张的拉着小萌萌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萌萌，你没事吧？她一点事情也没有，有事的是我。你看我这脸都不知道会不会被毁容。顾灵烟一脸忧愁的摸着刚刚被简元星捏红的脸颊。姐姐没事的，我这里有药膏，涂一下就没事了。你这是什么药膏？顾灵烟一脸茫然的看着小萌萌。这个是医生叔叔给我的，说是这个抹在伤口上就不会留疤了。你哪里受伤了？我昨天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好好的吗？顾灵烟紧张的拉过小萌萌摸一下头，果然看见了一道伤痕。我昨天不小心摔的，已经上了药没事了。跟我说实话。顾灵烟一脸严肃的看着小萌萌，她一眼就看出小萌萌在说谎了。姐姐真的没事，是那2个人又来了，是那个叔叔推了我一把，我撞到了桌子上，我不是故意不说的，我只是不想姐姐你担心而已。疼吗？不疼了，医生叔叔说不会留疤的。你昨天不让我去找你，也是为了这个吗？夏天黑着一张脸看着小萌萌。小萌萌心虚的低着头，不敢看夏天的脸。夏天看着小萌萌那样，直接气得走到一边，不去理小萌萌。表哥是不是生气了？顾灵烟推了推还低着头的小萌萌，打趣道：“你的小天哥哥生气了，你不去哄哄他吗？”小天哥哥生气了吗？小萌萌猛地一抬头，寻找着夏天的身影。顾灵烟好笑的拍了拍小萌萌的肩膀，说道：“你还不赶紧过去哄哄，再不去哄，你就没有小天哥哥了。”小萌萌呆呆的点了点头，果然朝夏天那边走去。小萌萌小心翼翼的用小手戳了戳小天的肩膀。小天哥哥，你是不是生萌萌的气了？没有，我为什么要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想你看到了生气而已。夏天转头看向小萌萌，那你就没想过我后面知道了会生气吗？我想着伤口在头发里，只要不被发现，你和姐姐就不会知道了。萌萌，你最近长本事了，连我都敢骗了。顾灵烟走了过来，对着夏天说道：“好了，你也别气了，这会生气也没用，不如想想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我们现在在呢，我怎么知道？小天哥哥，是我妈妈绑架了我们。我知道，你们刚刚说的我都听见了，没事的，我们会出去的。我会尽量让他放了你们，他本来就只想绑架我而已。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要用你自己让他放我们离开，你不用想了，他不会的。夏天无情的给小萌萌泼了一盆凉水，小萌萌哭着说道：“他只是想看看爸爸会不会来救我，那只要我在就好了呀。”不行，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顾灵烟也站出来反对。对，我也不会走的。乔娜也不赞同小萌萌的做法。要走，我们一起走。门被重重的打开了，简元星一脸邪笑的走了进来。走，你们想走去哪里？夏天和顾灵烟下意识的把小萌萌保护在身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简元星对着小萌萌勾了勾手指。你过来。妹妹，你不要听他的。见小萌萌没有过去，简元星脸上的表情都变了，他生气的大吼道：“我让你过来，你没听见吗？有我们在这里，妹妹是不会跟你走的。”简元星狡黠一笑：“我数到3，你要是不过来，我就不知道会对你亲爱的哥哥或者是姐姐，再或者是你这个朋友做些什么了。等等我过去，你不要对他们做任何事情，我乖乖听话。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你要是乖乖听话，我会放了他们也说不定呢。”小萌萌表情痛苦的点了点头，保证：“我会乖乖听话。”夏天拉住小萌萌的手：“萌萌，你不能去。”顾灵烟也拉住小萌萌另一只手：“妹妹，你不能去，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乔娜也上前对小萌萌劝说道：“萌萌，你不要听那个坏女人的话，不要去。考虑好了吗？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等你哦。”小萌萌表情痛苦的摇了摇头，她知道简元星是真的能做出那种事情的人，这本应该是他一个人的灾难，不应该拖姐姐他们下水。我必须要跟他走，不然他真的会对你们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小萌萌用力挣脱了顾灵烟和夏天的禁锢，毅然而然的朝简元星走去。很好，我们走吧。你要带我去哪？你话太多了，闭上你的嘴。你要带我去哪？你话太多了，闭上你的嘴。妹妹，我可以跟你走，你能不能放了他们？你现在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走。简元星粗鲁的拽着小萌萌的头发，拖着小萌萌离开了房间。妹妹，顾灵烟担心的追了上去，但是被简元星的保镖给拦住了。你们放开我，让我过去。老实待着。保镖一把把顾灵烟给推了进去，然后关上了门。夏天和乔娜扶起了顾灵烟。你没事吧？顾灵烟着急的拽着夏天问道。妹
妹妹被他带走了，怎么办？萌萌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观察一下这里的情况再做打算。现在你着急也没用，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保留一些体力，好为之后做打算。这边小萌萌一直跟着简元星走了很久，她总算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要带我去哪里？你老老实实的听话，你要是不听话，我会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简元星伸手摸着小萌萌的小脸，一脸邪笑着说道：你要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我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小萌萌有些害怕的点了点头。简元星收起了笑容，看着小萌萌催促：快点走。小萌萌吓了打了一个寒战，赶紧跟上了简元星。简元星把萌萌带上了一辆车。说到车子，我天天惦记的爱车终于来了。最近我也换了台新车，不知道大家买了新车后旧的是怎么处理的。像我那台开了2年的特斯拉 Model Y，放到瓜子二手车上还能卖23.2万。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没多久就卖出去了。最近1年汽车掉价特别快，1年就少好几万，想卖车千万别犹豫，听我的，现在就去瓜子二手车预约估价吧。简元星带着小萌萌往上走了好几层，直到天台了才停了下来。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小萌萌紧张又害怕地看着简元星。一会我会给你爸爸打电话，你让他来这里救你，知道了吗？他不会的，在他眼里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他怎么会来救我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顾家那点事，你少蒙我了。信不信由你。小萌萌直接摆烂地看着简元星。你老老实实的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不然我就把你从这里丢下去。小萌萌直接被吓得脸色惨白。简元星很满意小萌萌现在的表情，他拿出手机给顾叶白打去了视频。视频响了没多久，顾叶白就下意识点了拒接。简元星看着视频被挂断了，他笑了笑，继续给顾叶白打了过去。这次顾叶白没有挂断，接了起来。好久不见啊！你有什么事？没事我就挂了，我现在正在忙着。顾叶白一脸不耐烦。先不要挂，先来看一个有趣的。你看看这是谁啊？简元星慢慢的把摄像头移到小萌萌的惊慌的脸上。萌萌，顾叶白瞳孔瞬间放大，看见了吗？简元星，是你绑架了萌萌和妍妍还有夏天他们的，你要做什么？这句话问得好，我要做什么？我想看见你们痛苦，让你们想救他又救不了的那种无力感。你想多了，他才不会为了我难过，他现在心里说不一定想着，这是我跟你合伙演的一出戏而已。萌萌，爸爸没？我才不稀罕你来救我，反正他也不会真的要我死，如果他想要我死，他早就掐死我了。臭丫头，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从这推下去。你不敢的。简元星抓着小萌萌的头发，你觉得我当真不敢吗？简元星，你疯了！你快把萌萌给放下！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说，你不要伤害她。是我疯了，我早就疯了。为什么在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的位置？明明一直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你为什么就不能看我一眼呢？简元星一脸伤心的看着顾叶白。感情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勉强的，这个事情不是你对我好，我就会喜欢你的。是啊，就算是我算计了你和林洛心，你依旧不喜欢我。即使我替你生下一个女儿，你依旧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我哪里不好？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林洛心？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要你的道歉，我要你只爱我一个。你先把萌萌先拉进来，放下，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好吗？我果然猜的没错，你还是在乎这个小。这样太危险了，你先把他拉进来，放下来好吗？我才不稀罕你救我！你给我闭嘴，安静一点！简元星凶狠地瞪着小萌萌。哼！小萌萌倔强地冷哼了一声。元心，你把萌萌放下好不好？简元星放开了手，啪！小萌萌一把拍掉了简元星的手机，手机从天台掉了下去，瞬间碎成了渣。你这是做什么？小萌萌在地上微笑，静静的不说话。你觉得你摔碎手机我就联系不上你爸爸了吗？你太天真了。小萌萌不说话，直接把头转向一边。你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吗？简元星生气的把小萌萌甩在地上，然后伸出手拽着小萌萌的头发一路拖着下楼。等小萌萌回到顾灵烟他们被关的房间后，小萌萌身上都是血，这是被地上的石子给刮伤的。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既然你这么不听话，你们今天就饿着吧。简元星把小萌萌甩进房间后就离开了。顾灵烟看着全身是血的小萌萌，哭着上前小心翼翼地扶起小萌萌。妹妹，你没事吧？夏天一脸心疼地拉着小萌萌的手问道。萌萌，你怎么样了？他对你做了什么？萌萌，我没事，就是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顾灵烟他们怎么可能相信小萌萌是自己摔的？摔的怎么可能摔成这样？小萌萌笑着伸出手抹去了顾灵烟脸上的泪水。姐姐，我真的没事，你别哭了。夏天看着小萌萌问道。他刚刚带你去哪了？他带着我上天台，他用我威胁爸爸，我把他的手机给撞坏了。下次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别做，知道吗？哦。顾灵烟拍着小萌萌的肩膀安慰道。放心吧，爸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不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离开这，即使他来了，我妈妈也不会放我们离开的。这里是2楼，我们要怎么离开？空气中陷入了安静。
我们可以从这边爬出去。可是我们这是在2楼，跳下去我们都会成肉饼的吧？乔娜想一想那个画面就觉得毛骨悚然。这里也没有一个床单什么的，要不然我们可以借助床单从这里下去。小萌萌无力地坐在地上。难道我们真要在这等着他来救我们吗？要不我们给我哥哥打电话，让他来救我们。可是我们现在怎么联系他们？我们都没有带手机啊。小萌萌一脸疑惑地看着乔娜。我有啊，我也带了，不过没电了。我有电，我现在就给我哥哥打电话。乔娜说着就拿出电话手表给乔允玉打电话，可惜打了半天都一直没打出去。你哥哥接电话了吗？乔娜沮丧地收起了电话手表，打不出去，这里多半信号不好，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吧。他们4个都靠墙坐下，这会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他们都有些饿了，但是简元星说1天不给他们吃的，所以他们这会只能忍着。乔娜的肚子先坚持不住响了出来，她讪讪笑着看着小萌萌和顾灵烟。娜娜，对不起，都怪我连累了你。说什么呢？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既然是好朋友，那还有是连累不连累的。饿肚子我之前也经常有，这没什么的，不许再说这种话。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就跟你绝交。我不说了，我再也不说了。吓得小萌萌赶紧保证。对了，我还有1块巧克力，不过被我咬了一口，我把我咬过的掰下来，剩下的你们分了吧。我们把这个分了，这里还有8块，我们1人2块，给我1块就可以了。这个是姐姐的，姐姐多吃一点是应该的。姐姐要是不同意，那我们就不要了。萌萌说的对，你不同意，我们不要了。好了好了，真是怕了你们了。好，我答应。顾灵烟无奈地答应了。这才对吗？顾灵烟接下剩下2块就是她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逃离这里，不过有点危险，你们敢不敢赌一把？夏天刚刚发现窗台边上有根水管。是什么办法？窗户边上有根水管，我们可以抱着水管滑下去。真的吗？我去看看。小萌萌指着窗户旁边的一根比较粗的水管。姐姐是那个吗？真的，那太好了，我们赶紧走吧。顾灵烟说着就要爬上窗台，夏天一把拉住了顾灵烟。你要做什么？当然是离开这里啊。现在还是白天，你这会要是逃跑了，你觉得你能逃得了吗？夏天一脸看白痴一样的看着顾灵烟。姐姐，小天哥哥说的对，我们晚上趁他们都睡着了，我们再逃跑。哦，对吼。顾灵烟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她刚刚是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们下午好好的睡一觉，晚上才有精力逃跑。夏天松开了顾灵烟，她下意识的把小手往身上擦了擦，似乎顾灵烟身上有什么病毒一样。夏天，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嫌弃我是吗？顾灵烟直接被夏天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给气炸。好了，姐姐，小天哥哥不是故意的，你别介意哈。保证。哼。小萌萌看着一直没说话的乔娜问道：娜娜，你敢从这里下去吗？我有什么不敢的？萌萌，你敢吗？我敢。那就好。我们吃完巧克力后，好好睡一觉。乔娜笑着把手里的巧克力塞进了嘴里。小萌萌也把巧克力都放进了嘴里。顾灵烟吃了1块后，发现夏天没有一点要吃掉巧克力的意思。你怎么不吃？小天哥哥，你不吃吗？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可以吃，你要是不吃的话，晚上连累我们跑不掉，我们是不会管你的。夏天冷冷地盯着手里的那2块巧克力2眼，最后像是做出一个很大的决定，他视死如归地把那2块巧克力放进了嘴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多洁癖，这巧克力一直都是放在包装袋里的，又不脏。妹妹娜娜，我们走，我们去那边睡。顾家这边，此时的顾家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夏家夫妻、乔家夫妻和林家2夫妻，还有顾家夫妻都聚集在顾家客厅里。姑父，你说是萌萌的妈妈绑架了他们？我姑姑。简阳毅有些疑惑地看着顾叶白。是我刚刚在公司的时候接到了简元新打来的视频，萌萌在他手上。那他有说他有什么要求吗？我刚有问，视频就突然中断了。接到了简元新打来的视频，萌萌在他手上。那他有说他有什么要求吗？我刚有问，视频就突然中断了，后面再打过去就打不通了。那他为什么要连我家娜娜也一起绑架了？我们都不认识他呀。乔家夫妻开口。他说他想绑架的只有萌萌，而嫣嫣、小天和乔娜他们非要跟萌萌坐一辆车，所以才会一起被绑架的。他到底要做什么？林洛心流着泪，暂时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现在也联系不上他，我们只能等他再次打电话给我。顾叶白也不清楚简元新要做些什么，忽然有手机响了，所有人都看向了简阳毅。简阳毅拿出手机一看是简老爷子的电话，他吓得脸瞬间白了，他慌了，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没有接电话。简阳毅着急地询问李斯：怎么办？不能让爷爷知道妹妹被绑架了，怎么办？你还是先接电话安抚好简爷爷，不然简爷爷会一直打的。哦。简阳毅努力调整了一下表情，接起了电话。
喂，爷爷有什么事吗？杨业，你们到了吗？爷爷，我们都到了，这会都在集合呢。你有什么事情赶紧说，老师再催了。简阳一表现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萌宝呢？让他来接电话。妹妹在他们自己学校那边集合呢，这会他没空。爷爷，我要挂了，老师已经催急了，不说了。简阳一赶紧把电话给挂了，他生怕露馅了。我们这么一直瞒着简爷爷不好吧？他总会知道的。暂时还是不要告诉爷爷，他马上就要动手术了。这时候要是让他知道妹妹被姑姑绑架了，他一定会不去做手术，也要找到妹妹的。反正夏令营也没那么快结束，我们要尽快找到萌萌妹妹。李斯，你妹妹还在夏令营里，你没去真的没事吗？没事的，她有人照顾，不需要我。你们先在顾家待着，我出去一下。简阳一忽然准备往外跑，李斯拉住简阳一问道：“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爸爸和奶奶？我们陪你一起去。”我总觉得这件事跟他们脱不了关系，我一个人去找他们就可以了。应该不会吧？你爸爸和奶奶跟你姑姑不是不和吗？他们怎么会搞在一块？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让妹妹失踪，那就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陪你一起去。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去。简阳一看着这么多人要跟着他一起去找简元熙和老太太，他觉得还是给他们打电话好了。算了，我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好了。也可以。你们都安静一下。简阳一给简元熙打去了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起来了。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也会给我打电话？妹妹是不是你找人绑架的？简元熙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切入正题。是我又怎么样？我不过是送她回到她妈妈那里了而已，我这也是为了她好。简阳一没想到简元熙会直接承认了。妹妹现在在哪？你永远也别想知道那个死丫头在哪，因为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最好告诉我妹妹在哪，要不然等爷爷知道这件事以后，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臭小子，我是你亲爸，你胳膊肘永远向着外人，不是向着我的。我绑架他是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将来的生活。我不需要，你也不是我爸爸。我从出生开始，你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把我丢给爷爷。你现在好意思说是我亲爸？你不觉得你这句话说的有点好笑吗？我当初应该把你给掐死，这样现在我也不用被你气到了。你想知道那小丫头在哪，我偏就不告诉你，你就等着给她收尸吧。她妈妈好像很不喜欢她的样子，哈哈哈。简元熙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没想到亲妈简元心为了搬上顾叶白，居然把自己的孩子绑来了破旧房子。今天他们计划要通过爬水管逃跑，他们会逃跑成功吗？现在顾家这边在讨论解救小萌萌他们。该死！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想想萌萌妹妹会被他们抓去哪里。顾叶白的手机响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同时的看向顾叶白的手机，他们紧张的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名字，是简元心打来的。林洛星推了推顾叶白，催促：快接，看看他要做什么。顾叶白接起电话，他打开了扩音。喂，简元心，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叶白，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明天下午2点，你到游乐场卖气球的小丑那买一个小兔子的气球，气球里面有找到萌萌所在位置的线索。你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5点1到，萌萌就只能掉进大海里喂鱼了。我家娜娜呢？简元心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顾叶白身边还有人。你边上还有其他人。元心姐，你对我家小天做了什么？你说的是那3个啊？我并不准备伤害他们，事后我会放了他们的。叶白，你要是真不在乎顾萌萌的死活的话，你可以在家等着你和林洛欣的女儿回家。元心，萌萌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她这样都是你害的，你现在假惺惺的演给谁看啊？你想要什么你可以说，求你放了萌萌，她还小。哈哈，求我，林洛欣，你知道呢？我最讨厌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好似什么事情你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顾萌萌是我生的，我想要她怎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顾叶白，萌萌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你就不就随你便。简元心吼完，然后就挂了电话。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我们也去，我们也去，我们也要去，我也要去。林洛星也很担心小萌萌，她怎么可能会愿意留下等消息？人太多了，你们女人就留在家里等消息，我们一定会把萌萌他们平安带回来的。姑姑，姑父说的对，我们这么多人一定可以找到萌萌表妹和妍妍表妹他们的。那好吧，不过你们一有萌萌他们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好，这边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夏天醒了过来，然后朝小萌萌他们走了过去。醒，我们该行动了。顾灵烟伸了一个懒腰，揉了揉眼睛，从地上爬了起来。萌萌，起床了。娜娜醒醒啦！乔娜还一脸迷糊的揉着眼睛爬了起来，问道：要吃饭了吗？你睡迷糊了，现在已经天黑了，我们该行动了。萌萌醒了。夏天还在呼喊着小萌萌，小萌萌揉了揉眼睛，慢慢清醒了过来。现在几点了？不知道，外面的人大概都已经睡着了，我们可以行动了。门口传来阵轮悦耳的呼噜声。我们小点声，别吵醒了他们。小萌萌和乔娜紧闭嘴巴，点了点头。
我先下去，你们一会一个个来，我在下面接应你们。我先下去吧。也行，我殿后。算了，还是我殿后吧。确定好了吗？那好，妹妹娜娜，你们一定要看好了，一会你们按照我的方式下去，一定要抱紧，爬窗户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知道吗？随后顾灵烟慢慢的抱着水管滑了下去。顾灵烟落地后，给楼上的小萌萌比试了一个 OK 的手势，表示没问题。姐姐已经安全抵达下面了，现在该我们了。娜娜你先来，要不萌萌你先来吧。乔娜还是有点怕。娜娜，你是不是害怕呀？有点。娜娜不用怕的，你只要抱紧了，然后小心翼翼的滑下去就可以了，没事的。那好吧。乔娜最后视死如归的爬上了窗户，然后闭上眼睛慢慢的滑了下去。娜娜，你已经可以松手啦！我已经下来了吗？乔娜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已经下来了，你可以放开了。顾灵烟好笑地回答。乔娜赶紧松开了水管，她拍了拍胸脯。刚刚真是吓死我了。萌萌，你一定要抱好了，知道了吗？小天哥哥放心，我会没事的。小萌萌像刚刚顾灵烟和娜娜那样抱紧水管，然后从上面滑了下去，她也顺利地下来了。小天哥哥，你可以下来了。夏天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爬上了窗户。但是他爬上窗户的那一刻，他瞬间感觉头晕目眩，身体也开始有些摇晃起来。他这是怎么了？糟糕，我忘记小天哥哥恐高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小萌萌现在已经顾不上不能大声说话，他大声地对着夏天喊道：小天哥哥，你别往下看就好了。咣当，门开了。不好，他们逃跑了。夏天，你赶紧从上面滑下来。小天哥哥，你别怕，我们会在下面接着你的。夏天小心翼翼地往下看了一眼，最后把心一横，抱着水管像乔娜那样闭着眼睛快速滑了下去。别跑，赶紧追！不跑才怪呢！略，赶紧跑啦！还说。顾灵烟赶紧拉上乔娜和小萌萌往外跑，夏天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赶紧通知简小姐说他们跑了。保镖吩咐完就赶紧去追他们。小萌萌他们一路跑进了森林里。他们没有追上来吧？天太黑了，完全找不到路，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天亮了再说。那边有个树丛，我们躲在那边吧。那边也有一个，我和娜娜躲那边，夏天你带着我妹妹躲那里。夏天拉着小萌萌躲进了树丛里。另一边的顾灵烟也是一样，小萌萌他们刚躲好没多久，那两个保镖就追了上来。该死，这几个小家伙还挺能跑的。简小姐说了，只要找到那个最小的小女孩就可以了，其他的不重要，我们赶紧找吧。你说他们一天没吃饭了，怎么还有力气跑这么远啊？他们一天没吃东西了，应该跑不了多远，我们分开找吧。好，你那边，我这边。两个保镖分开了，小萌萌、顾灵烟、乔娜和夏天都很警惕地看着那两个保镖的位置，他们一点都不敢乱动。小天哥哥，我身上好痒，再忍耐一下，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就可以出去了。莎莎小萌萌实在难受的忍不住动了一下，树叶被她弄出了声响。什么声音？一个保镖听到声音后，朝小萌萌和夏天这边走了过来。夏天和小萌萌心一下子被提了起来，他们一脸忐忑地看着离他们越来越近的保镖。小萌萌害怕地闭上了眼睛。莎莎忽然从草丛里面跳出了一只青蛙，青蛙叫了几声又跳走了。找到了吗？没有，是只青蛙。那就继续找。两个保镖接着继续在附近寻找着小萌萌他们的踪迹。这几个小崽子到底跑哪去了？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啊？他们该不会是跑出山了吧？多半不会，你继续沿路往下找，我多喊几个人过来帮忙一起找。宁静的夜晚，乔娜肚子饿得叫了起来。两个保镖小心翼翼地朝顾灵烟和乔娜躲藏地走去。我数1、2、3，我们就一起跑，知道吗？乔娜一脸歉意地点了点头。1、2、3，跑！顾灵烟马上站起身朝后跑。小天哥哥，我们要不要跑呀？萌萌，我把他们引开一个，你就赶紧跑，一个劲的往前跑。他们想抓的是你，你千万不要回头，知道吗？小天哥哥，那你呢？你不用管我，我会没事的。不行，太危险了。你要相信我，我说没事，那就一定没事的，你放心。小萌萌努力忍着眼泪点了点头。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夏天趁着两个保镖不注意从树丛里跑。我在这呢，你去追那两个，我来抓这个。好，他们两个分开抓捕夏天、顾灵烟和乔娜他们。小萌萌在他们跑远后，才从树丛里爬了出来。他听夏天的话，朝着两个保镖相反的方向拼命的往前跑，一点也不敢停下来。小萌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他停了下来，想了想，我不能就这样跑了。小天哥哥和姐姐，那他们要是被他们抓到了怎么办？不行，我要回去帮他们。小萌萌最后他还是决定往回跑。顾灵烟和乔娜也在保镖的追捕下跑散了。顾灵烟发现身后已经没人了，她才敢停下来休息一回。
呼，总算没追上来。可是妹妹他们走散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有没有被抓住？乔娜这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个保镖一直在后面追着她。你别跑了，你是跑不掉的，你乖乖跟我回去。我才不要呢！这里都是树，大晚上你是走不出去的。出不去，我也不要跟你回去。乔娜才不听他的呢。这里晚上有狼，会吃人的，难道你不害怕吗？我才不相信你的话，你就是想骗我跟你走。乔娜一点也不吃他这一套。另一边的夏天也在不停躲避着保镖的追捕。你别跑了，三更半夜的这深山老林里，你是跑不出去的。夏天停了下来，站在保镖不远处，一脸平静的跟他讲条件。你放了我们，那个女人给了你多少钱？我可以给你10倍。很抱歉，虽然你提出的这个条件很诱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为什么？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走吧，从那边一路往下跑，天亮之前你应该可以离开这里。简小姐只是想要那个小女孩而已，所以你们跑走了也就跑走了。她要对萌萌做什么？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照着命令办事，其他的与我无关。如果她要杀萌萌，难道你也要助纣为虐吗？这个不在我考虑的范围里。保镖依旧毫不关心的样子，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留下夏天一个人站在原地。这边小萌萌还在一边跑着一边寻找顾灵烟他们。姐姐，娜娜，树林里静悄悄的，小萌萌越找越慌，心里不由得担心起顾灵烟他们。姐姐他们不会被他们抓回去了吧？简小姐要的只是你，只要你跟我们回去，你的朋友们我们会送他们离开的。追着夏天的那个保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小萌萌的身后。我们也只是听命办事，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简小姐的脾气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小萌萌内心犹豫了一下。只要我跟你们回去，你们就可以放了我姐姐他们吗？那个小男孩我已经放走了，我也告诉他怎么离开这里。好，我可以跟你们回去，你让另一个人也回来。可以。说着他就拿出了通讯器给另一个保镖打电话。喂，我已经抓到一个了，你那边怎么样了？放了那个孩子，告诉他下山的路，顺便去找一下还有一个小女孩，告诉他怎么离开这里。简小姐要的那个孩子已经回来了。为什么？简小姐想要的只是这个孩子，其他的留着对我们来说也是累赘，只要简小姐想要的这个在就可以了。好，我知道了。好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小萌萌面色沉重的朝保镖走了过去，保镖走在小萌萌的身后，安安静静的看着小萌萌。他们走了很久才回到那个废弃的工厂。他们刚走进工厂，保镖的电话就响了。喂，简小姐，人已经带回来了。看好了，别再让他跑了。是，我们会看好他的。保镖说完就被挂断了电话。叔叔，我饿了，有吃的吗？保镖看了小萌萌一会，你在这等着。保镖说完就转身去给小萌萌找吃的。不一会，保镖端着2碗泡面回来了，他把其中1碗递给了小萌萌。谢谢叔叔。快吃，吃完了回房间里去。哦。小萌萌拿起叉子，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小萌萌泡面吃一半的时候，另一个保镖回来了。他们都走了吗？已经跟他们说了离开的路了，至于他们有没有走，我就不知道了。保镖看着小萌萌说道：“你朋友们都放弃你走了，你伤心吗？”不伤心啊，他们离开了就好。你知道你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也不重要，只要姐姐、小天哥哥和娜娜他们能离开这里就好了。小萌萌毫不在意。他们真的值得你对他们那么好吗？值得，我回去里面吃，我不会再逃跑，你们可以安心睡觉啦。小萌萌说完，端起泡面就回到了之前那个房间。他说的话能相信吗？可以，面已经给你泡好了，你去吃吧，吃完了再休息一会。小萌萌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不再逃跑。昨晚吃完泡面后，他休息了，直到今天早上被保镖叫醒。醒了。小萌萌揉了揉眼睛，从地上坐了起来。怎么了吗？这是给你的早餐，赶紧吃，晚点简小姐来了你就吃不了了。谢谢。只是买多了而已。保镖转身出去了，小萌萌拿起早餐吃了起来。大概11点多左右，简元新来了。那个小贱人呢？他在房间里。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小萌萌朝门口望去，看见是简元新，他很快就收回了眼神。爷，你这是被他们给抛下了吗？被人抛弃的滋味可不好受吧？你想干什么？没有顾灵烟他们在这，小萌萌不再畏惧简元新。我想干什么？我们来玩个游戏，看看你爸爸能不能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救下你。如果他不能赶在下午5点之前救你的话，你就要掉进海里喂鱼了。你放心，他一定不会来的。这个你说的不算，我们期待下午的游戏吧。你们把他带上，跟我走。不用，我可以自己走。小萌萌抬脚朝外面走去。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简元新把小萌萌带到一个海边，他让人把小萌萌绑住双手，吊在了大桥下。他拿出手机拍了一个视频给顾叶白发了过去，还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顾夜白，游戏开始了，下午2点前你要在游乐场的小丑那拿到提示，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一共是5个目的地，5个目的地都有一个线索，你找所有线索后，你就会知道顾萌萌现在的位置。记住，你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顾夜白收到简元星这条视频后，他眼眶猩红，他恨不得现在就把简元星给撕碎。他怎么可以这么对小萌萌？姑父，我们时间不多，你和爸爸他们去游乐园找线索，我们留下支援你们，我们保持联系。你们拿到下一个线索的地址后，就马上告诉我们，我们去拿。好。顾夜白他们分为2路，一路去游乐园里找卖气球的小丑，一路人在门口接应。小萌萌为了让他们3人成功逃跑，自己却留了下来，然后被简元星绑到了海边的大桥上。现在这边家人正在来解救小萌萌。找到了，线索在我这。下一个地址在哪？林泽星看了一眼手上的提示纸条，在湖西广场一个花丛里。好的，我们现在过去。湖西广场在哪？在和天路那边。好的。他们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他们1分钟都不敢耽搁，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湖西广场。是这吗？我们分开寻找，线索在花丛里。好，所有人立马分开寻找着线索。这边小萌萌被简元星吊在桥下2个多小时了。看来你爸爸应该是来不及救你了。我早就说过，他不在乎我的，即使你绑了我也没用的。那可不一定，他们这回应该是拿到5个线索了，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半个小时后他们要是没有出现，那我只能跟你说拜拜了。欣欣，你怎么来了？欣欣，你把他放了好不好？别闹了，一会要是叶白来了，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小满，你觉得我想着回头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的，只要你放了他，我现在就带你走好不好？我不要，为什么他可以过得比我好？凭什么？我不允许。没关系的，我可以让你过得比他更好，你听话跟我走好不好？简元星看着男人身后一群人正在着急的朝他们跑过来。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到了。简元星，萌萌现在在哪儿？他不就在那吗？萌萌，我的萌萌在哪？林洛星跟唐欣冉还有唐欣冉的妹妹一起赶过来。唐欣冉发现没有夏天的身影。元欣姐，我家小天呢？他们昨天晚上都逃跑了，最后都被我给杀了，哈哈哈。简元欣，你怎么敢？肖乃赶紧拦住夏泽深，解释道：没有，他们现在都很好，我已经联系思成，让他去接他们了，他们一会就会回去的。谁让你多管闲事的？欣欣，你快别说了，你先把萌萌给放了好吗？快放了萌萌！放了，人就在那，你们自己去救吧。林洛星朝小萌萌那个方向跑过去。萌萌，你听得见妈妈说话吗？小萌萌已经完全脱水的状态，她现在脑袋晕乎乎的。妈妈，萌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真的好害怕哦，哈哈哈。欣欣，我们别闹了好吗？肖蛮，你不是喜欢我吗？你替我的那个小贱人，我就会跟你在一起了。欣欣，她好歹是你的女儿，你别这样好吗？你之前不是说喜欢我吗？为我做什么你都会答应，现在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都答应不了，你真的喜欢我吗？小买，就她这样心肠歹毒的女人，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我不许你这么说她，她在我心里一直是最好的。你清醒一点，她根本就不值得你喜欢。对，他说的很对，到底你喜欢我什么？我这样心肠歹毒的女人，有什么好喜欢的？不，他们不知道你真实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他们口中的说的那样。肖乃始终都相信简元星是个好人。小买，你真是无可救药了。萌萌在那，我们赶紧过去帮忙。你们想救他，我偏偏不让你们如愿。简元星拿出一个遥控器。欣欣，你要做什么？我要让他们亲眼看见那个小人死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救不了他样子，想想就让我开心。你疯了，你不能那么做，把遥控器给我。肖乃赶紧伸手去抢简元星手里的遥控器。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就不要阻止我。欣欣，你别再一错再错下去了。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再理你，以后我会找个你找不到的地方藏起来。不，那你就别妨碍我。萌萌，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救你下来。你们都给我停下！你们要是再敢动一下，我就把那个丢进海里。简元星，你到底要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孩子，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呢？他是我生的，我想对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是想救他吗？可以，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蹲下来给我磕3个头，说你林洛星就是一个。你让我满意了，说不一定我就会考虑放了他呢。你说的是真的吗？简元星一脸得意的朝林洛星抬起下巴说道：当然。妈，不要。萌萌乖，妈妈很快就会带你回家的。你们还真是母女情深啊！要不是她是我看着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我都要怀疑我当初是不是抱错了这个才是你的女儿呢。孩子懂什么？你对她好，她当然也对你好了。既然这样，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呢？简元欣，你有什么不满就冲着我来，我给你下跪，可以吗？不可以，我就是要她跪下来求我。我跪完了，你就放了萌萌。你先跪了再说。不要。
妈妈，不要！萌萌，你别乱动，那样太危险了。萌萌乖，妈妈一定会救你的。妈妈不要跪，你不要跪他。萌萌乖，没事的。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的水性比较好的？我的水性不错，我的水性也还可以。你要做什么？一会你们4个掩护我们3个趁着那个女人注意力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从她后面悄悄潜入水底游过去。我总觉得那个女人是不会放了萌萌表妹的，我们要做好随时救人的准备。好，我们跟你去。没有潜水装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发现不对，就赶紧上岸。你们绕过到那边，从那边下水，不容易被人发现。你们时刻注意一下那个女人的动作，时不时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多争取一下时间。放心，我们会的。我们走，小心一点，别被发现了。林默然、简阳毅和江宏杰偷偷潜入水里，朝小萌萌下方位置游去。你到底贵不贵？简姑姑，小萌萌妹妹怎么说也是你的女儿，你怎么就能这么狠心的下得去手呢？李斯要给简阳毅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我宁愿她不是我的女儿，这样我的人生就不会变成这样。你的人生是被你自己毁的，关小萌萌什么事？就是你害得萌萌表妹之前都不会说话，明明萌萌表妹才不想要你们恶毒的妈妈。那正好，我早就不要她了。你们既然这么在乎她，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救她了。你放了萌萌，我可以不追究你绑架萌萌的事，我可以放你离开。你觉得你有跟我谈判的权利吗？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他死。说着，简元心摁了一下手中遥控器的按钮，吊在半空中的小萌萌瞬间往下坠了下去。简元心片再次摁了一下手里的遥控器，小萌萌停在了半空中。林洛熙，你决定好了吗？简元心，你别太过分了。我就过分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只要你放了萌萌，她还只是一个孩子。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们都会满足你的。我要的你们都给不了，所以我现在只想他死，哈哈哈。小美，喜欢你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他呢？我有什么让你好喜欢的？除了洛心，我对什么都不是很在意，不值得你的喜欢。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我整整喜欢了你10几年，你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们小时候见过。陆思成6岁生日宴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那时候迷路了，躲在一旁哭，是你突然出现，带着我回到了客厅，还安慰我说妹妹别哭，再哭就不好看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当时的样子。后来我妈妈带我离开了简家，我以为我这辈子可能都不能再见到你了，没想到上初中的时候让我又遇见了你，我觉得这就是缘分，但是我们还小，我只能把这份喜欢默默地放在心里。我那时候只是刚好也要回宴会厅，顺便带你回去的。顾叶白没想到他小时候唯一一次好心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我不相信，难道你那时候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的吗？你当时是喜欢我的，要不是林洛心的出现，你就不会这么对我，我们会在一起的。即使没有欣欣，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原来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既然这样，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简元心直接当着顾叶白他们的面摁下遥控器上的按钮，然后把遥控器丢到海里。不要！简元心，你疯了！顾叶白赶紧朝小萌萌那个方向游了过去。小萌萌已经昏迷，但是他隐隐约约的感觉自己一直在往下流。他感觉海水的冰冷正包裹着他，他渐渐的感觉呼吸有些难受。他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死了他就不会再难过了？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跟小天哥哥、姐姐、洛尘哥哥还有外公、妈妈他们道别呢。萌萌，你坚持住，默然表哥马上就来救你。最后他们都上岸了。萌萌，林洛心看着小萌萌毫无血色的小脸，忍不住捂住嘴哭了。默然，他怎么了？林默然在林泽星手里的昏迷不醒。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赶紧送他们去医院。哈哈，小死了最好。林洛心直接给了简元心一巴掌。你不配做萌萌的妈妈，要是萌萌有个3长2短，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欣欣，我们赶紧送萌萌去医院。你们先送他们去医院，我们坐另外的车去。好。随后把林默然和小萌萌送进了急救室。林洛心他们在半个小时后也赶过来。怎么样了？还在里面，还没出来。默然怎么样了？放心，他一定会没事的。你们为什么会在那里？我们只是想救妹妹，我们怕姑姑反悔，把妹妹丢海里，我们这才打算绕一圈过去。简阳一没说这是林默然的主意。是谁的主意？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你们别争了，是我的主意，是我说的让他们绕道潜入水里的。胡说，明明是我的主意，我的想的主意跟他们无关。林泽星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道。是默然的主意吧？不是他，是我的主意。他是我儿子，他是什么性格我会不知道，他注定有这一劫，看来躲也躲不过。其实林默然当初出生的时候，他们找过一个道士给他算了一卦，那道士说他将来会有一劫，能躲过他定能平安一世，如果不能，那就是他的命数，他人无法干预。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这里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在这守着，你们都回去看看嫣嫣他们回来了没有。婉婉，你陪星星回去准备几件东西送过来，我们这几天多半都要住在这了。的，我要留在这里。没有看到萌萌平安出来，我是不会走的。若心，我们回去看看嫣嫣回来的没有。萌萌这里有叶白他们呢，我们回去准备一点吃的和换洗衣服再过来。泽深，你们也回去吧。好，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夏天也还没回家，他们也要回去看看。夏家夫妻和乔家夫妻都离开了，白洛尘也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了。这里有这么多人，他想回去看看顾灵燕安全到家了没。要是知道会这样，就让萌萌跟我们一起了。杨毅别这样，谁也不想小萌萌妹妹出事的，你别太自责。对了，那女人呢？顾叶白是不会放过简元心的，被那个小美带走了。这一次我是不会放过她的。有护士出来喊人了。谁是顾萌萌的家属？顾萌萌的家属在吗？我是顾萌萌的爸爸，我女儿怎么样了？你女儿现在情况不是很好，需要输血，但是 O 型血，我们现在血库没有，从其他地方调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赶紧去抽血。我是 B 型血，不行。我是 O 型血，抽我的。我也是。江红杰也站了出来。好，你们跟我来。护士带着简阳毅和江红杰去抽血，抽完血后，他赶紧送进了手术室。几分钟后，林默然被送了出来。我儿子怎么样了？他肺部的水都已经排出来了，身体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脑部有些脑震荡，多半是水中压力造成的。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今晚了。好的，我知道了。林泽星眼神复杂，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叶雨交代。请让一让，我们现在要送病人去病房。你先陪默然去病房，这边有我和叶白守着就可以了。林泽星赶紧跟上护士。妹妹怎么还没出来？小萌萌妹妹一定会没事的，她一会就会出来的。简阳毅的电话响了。糟糕，是简爷爷打电话来了。不能让爷爷知道妹妹进了手术室还没出来，电话不能接。简阳毅把手机塞回了口袋。但是不接的话，简爷爷是不会放弃的。简阳毅直接拿出手机关了机。你这样做，到时候简爷爷知道了会生气的。爷爷马上要做手术了，要是这回让他知道了妹妹的事情，他一定会不管不顾的过来的。要是他一下子接受不了怎么办？你做的是对的，要是老爷子这时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就不好了。可是你爸爸和奶奶那边怎么办？放心，我已经让李叔阻止他们见爷爷，爷爷也不会见他们的。那你之后准备怎么做？他们敢伤害妹妹，我怎么会让他们好过？现在小萌萌妹妹最重要，其他的等小萌萌妹妹出来了再说。半个小时后，小萌萌总算是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我女儿现在怎么样？医生，我妹妹没事吧？她已经没事了，不过她还要在重症病房观察1晚上，没事了才能转到普通病房去。医生说完就转身走了。好了，你们现在都让开，我们现在要送病人去重症病房。顾叶白他们赶紧跟上护士的步伐，来到了重症病房外观看。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他吗？不行，你们这样会带进去很多病菌的。病人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意思就是我们收拾好之后就可以进去了是吗？可以，但是一次也只能进去2个，避免打扰病人休息。好的，我知道了。要不你们先回去换洗一下衣服，我在这守着。好，你也回去洗漱一下，我在这等星星他们过来就可以了。你们吃完晚饭再过来，我想你们晚上多半也不愿意回去了。好，萌萌就拜托你了，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好的，你去吧。顾叶白、简阳毅、李斯和江宏杰都回去了，重症病房外只剩下一个林远洲。